我覺得我要做嗰啲數下我呢條片講過幾多次游說呢兩隻字，跟住頭3個呢，就依家未諗到。過去2019年呢，大家成日都會聽到游說，咁到底乜嘢係游說？點樣游說？你又可唔可以游說呢？今日我哋就講下游說喺美國係咩一回事啦。游說咧係泛指任何嘅行動嘗試去影響政府嘅決定。呢度講緊嘅政府咧係包含好多嘅權力機關，包括係國會啦、行政機關嘅成員啦，甚至係總統咧，都係呢一啲游說者嘅目標。佢哋咧就係希望可以影響呢啲體制內嘅決策者，例如咧透過同議員會面啦、交流傾偈咧，去嘗試推動佢哋去草擬新嘅法案，又或者係通過現存有嘅法案。好多嘅學者同埋法官都認為咧，游說係受到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所保障，入邊唔單止提到國會唔能夠制定任何法律去剝削宗教言論同出版自由，同時亦都保障咗人民有和平集會同埋向政府要求申冤嘅權利。以前嘅游說者咧，佢哋通常都會喺國會大樓議事廳外面嘅大堂咧，去等呢啲議員去開會，又或者等佢哋開完會出嚟咧，佢哋就會接住佢哋同佢哋交流，同佢哋傾偈。咁因為呢個行為一般響 lobby 度進行啦，咁所以游說喺英文咧就稱之做 lobbying， 而游說者咧就叫做 lobbyist。專業嘅 lobbyist 同 lobbying firm 咧都要向政府註冊。喺1995年咧，美國就制定咗 Lobbying Disclosure Act， 重新定義咗咩係專業游說者，佢哋嘅註冊條件同埋要申報嘅資料。喺過去45年，國會每一屆平均都會收11000條法案，而最後咧都只有低於5% 咧係會真正通過成為法律。而喺2019年，美國有成超過11800個活躍註冊嘅專業游說者，可想而知游說喺美國政治嘅影響力有幾大。一般嚟講，專業游說者咧會透過幫助客戶去提供游說服務而去賺錢嘅，而呢一啲客戶咧一般都係團體啦、私人企業又或者係集團，佢哋會根據自己嘅利益、自己嘅價值咧係去訴諸政府。我哋咧會稱佢哋做 interest groups。而議員之所以會同游說者建立關係，好多時候係因為佢哋冇時間同埋資源咧係去了解一條議案點樣影響唔同群體，同埋去做一定嘅 background research。而呢一啲游說者咧就係可以代理呢一啲群體去將佢哋嘅聲音、佢哋做過嘅 research 一啲嘅資料咧去帶俾呢啲議員，話俾呢個議員聽有關呢一條法案嘅事情。視乎情況而定啦，有一啲 interest group 咧佢哋會向體制內其他嘅權力機關進行游說，譬如話係訴諸法律，透過司法程序咧係去改變一啲既有嘅律法同埋政策。不過游說嘅熱點始終都係響國會。啱啱我哋提到以前有好多游說者咧會喺大堂度等議員，呢一種直接見議員嘅方式咧，我哋會叫做 direct lobbying。時至今日，經過科技發達咧，已經冇咩人會再咁傳統咁樣嘥時間等議員㗎啦。佢哋一般咧都會預先約見啦，又或者係同佢哋嘅議員助理打好關係。而經過國會近年嚟對 lobbying 收緊政策咧，其實政府大樓有一啲範圍甚至係會禁止游說者踏足。呢啲各種嘅規管咧，令到好多 interest group 都轉向用 outsider strategy， 透過示威同大型廣告策略咧，係引起公眾同埋媒體嘅關注，繼而去推動公眾咧去游說佢哋嘅議員。Actually have fewer covered now than before. Congress can do better than that. If we send them that message. To send Congress a message on flat community rating, call today. 呢一啲人咧唔需要係專業註冊嘅游說者，因為佢哋咧都係業餘以義工嘅方式咧去進行游說。我哋會叫呢啲做 grassroot lobbying， 亦都係好多過往香港人用過嘅策略。喺19年，正係612之後，就有國會議員重新遞交咗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其後咧，好多嘅美國嘅港人組織都有隨即舉辦一啲嘅集會同活動啦，亦都有好多人喺 Twitter 不斷 tag 一啲議員啦。
啦，仲有人派單張派 postcard， 其實目的咧就係為咗做大個公眾嘅關注，同埋係去推動美國公民咧去主動聯絡佢哋嘅議員，去表達佢哋對呢一條法案嘅關注同埋支持。而包括我在內，好多人咧都會採取 direct lobbying 嘅方式，直接去約見議員，俾佢哋知道更加多香港嘅現況啦，同埋我哋自身嘅經歷。再甚去到後來9月，國會召開聽證會，邀請5位代表出席作證。其實呢啲種種嘅行動都係以公眾形式進行遊說嘅一種。呢條法案最終咧喺理大圍城一連串事件中通過制定，而 grassroots lobbying 嘅助力咧亦都係功不可沒。即使我哋唔係專業遊說者，冇遊說者嘅人物，但事實亦都證明呢一種遊說嘅方法咧係有佢嘅功效。咦，咁咪即係個個都可以遊說咯？基本上係。只要咧你喺美國住咧，其實你都可以試下用唔同方式去進行遊說。不過如果你唔係美國公民，亦都冇特別嘅身份咧，就可能有少少難去約議員，因為始終咧議員都係為佢哋嘅選民服務。不過喺組織同埋個人層面方面，你都可以試唔同嘅方法嘅，譬如話係喺 Twitter 度引起關注啦，又或者係組織當地嘅香港人同你一齊去約議員，或者係打電話 email 俾議員話俾聽你嘅立場。其實都可以。現時國會咧有一條法案叫 Hong Kong Safe Harbour Act， 將會為曾經受迫害或者擔心受迫害嘅香港居民同埋其他合資格嘅香港人提供第2級優先難民身份，而佢哋嘅子女啦、配偶仲有父母咧都會得到同樣嘅待遇嘅。喺呢度咧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平台叫做 Call for Hong Kong。我之前喺 We the Hong Kongers 嘅 Facebook 咧都有同大家介紹點樣去用嗰個網站咧去輕鬆打電話同 send email 俾你嘅議員，你都可以去呢度去睇下啦。入邊亦都有教你點樣去遊說嘅內容啦，仲有一啲有份參與呢一個計劃嘅港人組織，你都可以試下揾佢哋睇下有冇機會咧投入更加多嘅。遊說可以幫助政府嘅決策者去聆聽唔同持份者嘅聲音，了解佢哋做嘅每一個決策、每一個法案會點樣去對呢啲群體帶嚟改變，同時亦都減少咗佢哋做資料搜查嘅時間，亦都俾佢哋可以接觸到平時冇機會接觸嘅第一手經歷同資訊。喺另一方面，遊說亦都提供咗公眾一個機會咧，去同政府接觸、表達訴求，提升公民嘅政治參與度，令佢哋咧喺決策過程入邊佔一席位。所以遊說對政府運作絕對係必不可少嘅一環。但係點樣去控制利益衝突、平衡唔同嘅聲音，亦都係美國社會面對嘅一大難題。下一集咧，我會同大家講下美國遊說嘅陰暗面。如果你對呢一條片或者下一條片有興趣嘅話咧，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出嘅片啦。如果有啲咩咧，點解我成日都講唔好呢句嘢㗎？OK， 如果你有啲咩想我拍嘅話咧，記得喺下面留言話我聽，我都會睇晒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究竟我講咗幾多次游水呢兩個字呢？一陣數下先。